这是典型的网恋奔现翻车事故。女人万万没想到，电话里风趣幽默的男人，现实中却是个身高只有1.36米的矮人。Ça va? Oui, très bien, oui. 安娜极力掩饰着内心的不满意，虽然嘴上说着没有关系，可脸上细微的表情还是被男人发现。Ça fait toujours un peu bizarre hein, de se rencontrer en vrai. Hein. On se parle au téléphone, on s'imagine d'une certaine façon et puis c'est pas ce qu'on croyait. Oh non, je m'étais pas imaginé quelqu'un de spécifique. 为了让气氛不那么尴尬，阿烈提出饭后要给安娜带来永生难忘的体验。如此虎狼之词逗笑了安娜，而下一秒阿烈拿出手机打了个电话。Oui, Sébastien, c'est Alexandre. Dis-moi, est-ce qu'on pourrait avoir un avion dans une heure? 安娜还以为他在吹牛，没想到几十分钟后，他们果真搭上了飞机。原来阿烈所说的体验是跳伞，第一次来到万米高空，安娜被吓得差点尿了裤子，不停嚷嚷着要回家。可当阿烈带着她一跃而下时，时间仿佛突然凝固，只有风的低语和心跳在耳边回荡，这是她从未体验过的感觉。对阿烈的印象也逐渐高大起来。此时的她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被这个男人深深吸引。阿烈是个出色的建筑设计师，人到中年已实现财务自由，可因为身材的缺陷，妻子早早将他抛弃，只留下儿子跟自己相依为命。即便有这么一段失败的婚姻，他还是用幽默乐观的态度待人处事。如果不是身高问题，他绝对是女人们疯抢的对象。再看安娜，有着美丽的外貌和开朗的性格，却同样有一段失败的婚姻。她跟前夫布鲁诺共同经营一家律师事务所，两人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经常因为工作上的分歧而争吵。实际上，他比任何人都想尽快进入下一段感情。这天回家，安娜接到自己手机打来的电话，电话另一端的男人称，他在咖啡店亲眼目睹安娜没带走手机。本来他可以当场叫住安娜，可那样最多就只会收到一句感谢，然后失去与她的联系。男人幽默风趣的谈吐一下就吸引了安娜的兴趣，情不自禁地聊到后半夜，还约好了明天见面还手机的地点。安娜觉得整件事情仿佛一个美好爱情故事的完美开端。然而当她亲眼见到阿烈时，才发现跟自己想象中的白马王子完全不同，于是便发生了开头那尴尬一幕。不过自从跟阿烈经历了惊心动魄的跳伞后，安娜再也忘不掉这个男人，总是不顾场合的发出情不自禁的傻笑，每天都在期待与阿烈的下一次相遇。终于她再也按捺不住，主动拨通了电话。接到电话的阿烈说自己正准备打过去，他在另一个城市修建歌剧院，晚上可以搭飞机回来与安娜见面，而且他已经想好了一个特别的约会地点。Bon, c'est sur Terre. Ah oui, oui, c'est complètement sur Terre. Oui. Bon, bah d'accord. Bon, à tout à l'heure, Alexandre. Merci. Et bon vol. Merci, je vous embrasse. Oui, moi aussi. 很快两人在码头见面，原来废弃的集装箱里别有洞天，这里是一家秘密餐厅，由不同货轮的厨师轮流掌厨，所以每天的菜肴基本都不重样。安娜注意到人们对阿烈非常友好，足以见得他的人品无可挑剔。两人互相讲笑话做鬼脸，跟第一次见面的尴尬相比，现在安娜的眼中没有一点嫌弃，彼此都沉浸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仿佛找到了恋爱的感觉。临别时，安娜主动送上了晚安吻。都说遇到对的人时，嘴角会忍不住上扬，这句话放在安娜身上一点不为过。她春光满面的样子被前夫发现了端倪。布鲁诺想知道前妻在与谁交往，安娜根本不想回答他，但不死心的他还是跟踪安娜，看到她坐上了一个侏儒的车，前妻竟然跟一个还没车门高的侏儒在一起。布鲁诺惊讶到瞳孔都发生了地震。这一次约会地点是阿烈朋友的舞会，他搂着安娜的腰，而安娜则将手搭在他的肩膀。虽然阿烈一直保持着乐观自信，但他们的身高差在人群中显得格格不入，难免有些放不开。可看到安娜享受音乐的样子，根本没有丝毫尴尬。于是阿烈也迅速放飞自我，跟上了安娜的舞步。舞会结束，阿烈开车来到十字路口。Si je prends à droite, je raccompagne chez toi, on s'embrasse et on reste là. En revanche, si je vais à gauche, je vais chez moi et là. 两人相视一笑，没有多言，而车子也顺理成章地开向了左边。第二天，安娜醒来时，阿烈已经出门。他贴心地留下纸条，告诉安娜楼下已备好早餐。与阿烈在一起后，似乎一切都变得那么美好。可当他对着镜子化妆时，不小心踢到了梳妆台前的垫脚凳。现实好像在追问他，真的决定要跟这个男人交往吗？在享用早餐时，阿烈的儿子班吉靠近过来，他才得知父亲交了女朋友。不过他并不排斥这种事情。在交谈中，安娜得知阿烈在10年前就已经离婚，忙事业的同时又要照顾家庭，想必这些年一定过得没那么容易。回到公司后，助理问起他和阿烈的进展，安娜极力掩饰说他们只是普通朋友，他还没做好公开这段恋情的准备。但助理告诉他，布鲁诺已经知道。果然如他所料，尖酸刻薄的布鲁诺张口就嘲弄他是白雪公主，内涵安娜跟小矮人交往。Parce que je sais que tu sais. Que je sais quoi? Tu sais très bien. Tu sors avec un nain, Blanche-Neige? Je t'interdis de m'appeler comme ça. C'est blessant, c'est humiliant. Ouais, mais t'as pensé à ce que ça me fait, moi? Mon ex-femme se met en couple avec un nain. Je suis pas en couple. Ah oui, c'est quoi alors? Un plan cul? J'ai aucun compte à te rendre, c'est clair?
虽然不敢承认这段关系，但他还是维护着阿烈。或许安娜维护的只是自己的面子罢了。出于一部分愧疚心理，他决定给阿烈买件衣服作为弥补，但男装店根本没有合适的尺码。于是他来到一家童装店，老板还以为安娜在给儿子买衣服，所以推荐了自己儿子的同款毛衣。收到毛衣的阿烈很开心，他说自己已经很多年没有收到过礼物了，因为身形的缘故，他不敢奢望太多。在社交中总是扮演付出型的老好人，才能让周围的人收起那些嘲弄的目光。好在他终于遇到了愿意为他付出的安娜，但同时阿烈的内心也有着诸多不安。Jusqu'à quand tu vas me cacher? Je te cache pas. 在这段时间的接触中，阿烈毫不吝啬地将安娜介绍给朋友认识，可他从未见过安娜的任何朋友。安娜解释道，她并没有藏阿烈，只是一直没有机会而已。但这样的话，阿烈已经听过很多次，他曾经的交往对象都这么说，而实际上那些人无非是觉得丢脸罢了。安娜继续解释自己离婚后就很少与朋友来往。突然，阿烈问道 Et tes parents? Quoi, mes parents? Mais eux aussi, ils sont mal à l'aise? Tu veux rencontrer mes parents? Non, mais... Bah, écoute, demain, j'ai un vernissage avec ma mère, mon beau-père, si tu veux, viens. Ok. Ok. 安娜嘴上答应的轻松爽快，内心却充满忐忑不安。酒会上，阿烈见到了安娜的父母，母亲一直在讨论她的身高，还问她是不是家里所有人都这样。阿烈用幽默的方式回应，只有自己矮小。身旁的安娜如坐针毡，再加上邻桌时不时的偷看，自己好像在演一场滑稽的闹剧。趁着阿烈去买单的间隙，安娜赶紧向父母解释，他们只是客户关系。晚餐终于结束，安娜如释重负。这时阿烈问道 Je peux continuer? Continue quoi? À croire à cette histoire. 此时的安娜心中充满矛盾，她是真心喜欢阿烈，却饱受身高差距带来的困扰。很多时候，难的不是做出选择，而是克服别人的眼光。阿烈无话可说，他比谁都清楚跟自己在一起需要多大的勇气。好在安娜并不想结束这段感情，她只是需要时间去适应。第二天，阿烈路过安娜工作的地方，顺便上来看看。两人正有说有笑，突然布鲁诺闯了进来。On pétait les plombs, quoi. Quoi? Avec un nouveau juge, on repart à zéro, faut tout refaire, tout. C'est pas le moment là. J'en ai rien à foutre que ce soit pas le moment, là. Tu te rends compte Non. que tu fais n'importe quoi? Oh! Tu fais n'importe quoi, Yann. Si, c'est le moment, j'en ai rien à foutre, moi. Réponds-moi. Arrête! Tu vas me répondre maintenant. Je sortirai pas de cette pièce tant que tu... Ah! Occupé. 场面一度陷入尴尬。 Alexandre, Bruno, Alexandre. Enchanté. Bruno, je suis vraiment désolé, je savais pas que vous étiez en... 助理给阿烈端来一杯水，像哄小孩一样特意准备了吸管。安娜赶紧将布鲁诺带到另一个房间交谈公事，可布鲁诺完全偏离主题，满口都在指责安娜为了一个侏儒抛弃自己。 T'as ton mec, il coupe ta boîte, tu te maques avec un nain. Franchement, dans le genre trajectoire de la loose, c'est pas mal, non? Alors ce nain, comme tu dis, est un homme supérieur à la moyenne. Hein, c'est un homme exceptionnel. Et toi à côté, tu vois, t'es même pas là. Y a pas. 尽管回击得很漂亮，但晚上看电影时，安娜的脸上还是写满了闷闷不乐。阿烈明白她不开心的原因，于是第二天主动找到布鲁诺，警告他离安娜远点。既然已经离婚，就不要纠缠，否则自己将不再客气。面对阿烈的威胁，本来就瞧不起他的布鲁诺更是火冒三丈。两人同时下了车，尊严之战在街头一触即发，旁观者都在起哄让他去找大人打架，输赢都没有面子。布鲁诺怎么也下不去手，只能转头离开。从此，安娜察觉到布鲁诺不再纠缠自己，连工作时的争吵也少了许多。这一切都是阿烈的功劳。但当他问阿烈跟布鲁诺之间发生了什么的时候，阿烈却问他要不要吃冰淇淋。这时，安娜正好遇到了童装店的老板，老板询问他给儿子买的衣服合不合身。安娜不知该怎么回答，偏偏这时阿烈买完冰淇淋走了过来，场面又一次变得尴尬。虽然阿烈并不在意这些事情，但安娜内心始终无法迈过那道坎。她能感觉到自己被爱、被了解。跟阿烈相处，每天都学到新东西。她似乎让世界变得更大。可两人在一起的时候，她时刻小心翼翼，生怕伤害到阿烈。这样殚精竭虑的日子让她很难做长期考虑。阿烈能看出安娜只是畏惧旁人的眼光，她害怕闲言碎语，对外人的评价抱有强烈的执念。这一次，阿烈感到很失望。他开始意识到安娜可能并不是适合自己的人，也或许自己并不适合任何人。两人分开后，阿烈的性格变了很多。一向和善的他竟然跟保姆发生争吵。他问儿子如何看待自己的身高，儿子说他小时候确实经常被人嘲笑，但因为父亲不在乎，所以他也不在乎。Moi-même, aux autres, à toi. C'est pas du mensonge, c'est du courage, papa. Et de la dignité. Ouais, c'est ça que je vois chez toi.
La dignité. J'en ai un peu marre de petit. 而安娜这边也过得并不好，虽然没有了旁人的嘲笑，但同时她失去了阿烈带来的快乐和幸福。躺在床上时，满脑子都是阿烈。终于，她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思念，主动找到阿烈的家。开门的是阿烈的儿子，他希望安娜远离自己的父亲。如果只是追求新鲜，大可以去找别人。他不想看到父亲陷入痛苦。吃了闭门羹的安娜找助理哭诉，助理不仅没有安慰她，还骂她是个身体正常、内心矮小的情感侏儒。人们的脑中充满刻板印象，谁稍微不同就无法接受。可这个世界就是因为人的不同才有独特的灵魂。这时，母亲找到了公司，为之前的冒昧道歉。她鼓励安娜大胆去爱，不用在乎任何人的目光。在助理和母亲的一番劝说下，安娜终于做出决定，追回自己的真爱。她登上了第一次约会的飞机，心爱之人就在下面。这一次，她不再畏惧，就像克服了人们的偏见，眼神坚定，一跃而下。安娜拖着降落伞出现在阿烈面前，告诉他自己不再害怕任何流言蜚语，她已经准备好跟阿烈一起生活，不是简简单单的过日子，而是胖揍每一个嘲笑他们的人，共同面对未来的一切挑战。Ce que je voulais dire, c'est que je t'aime et que je suis prête à vivre avec toi. 阿烈的脸上没有欣喜，只感到深深自责。毕竟跟自己在一起，安娜要克服的东西还有很多。不平凡的爱情注定艰辛。Je t'aime, petite. T'auras mal au cou? J'aurai mal au dos? Ben, on souffrira ensemble. Tant pis, on s'en fout. 听到这里，阿烈摘下帽子，他已经明白了安娜的心意。此刻他无比确信，眼前的安娜就是自己一直渴望的伴侣。他们身高不同，却双向奔赴，成为彼此面对是非的勇气。这才是爱情最美的样子。人们往往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不同于自己的人，不仅仅是身高问题，包括年龄、身份以及残障等各个因素，都可以成为别人眼光中的不同。不必理会，我们应该接受自己的不一样，去爱自己，爱他人，在这注定不平凡的生活里，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